乌克兰打仗行不行，咱们无从知晓，但对待犯人那绝对是有一套。每年至少有50名犯人因为无福消受监狱的生活而选择自杀，可想死哪有那么容易？每一次监狱都会想尽办法把他们救回来，说好了一辈子不分开，监狱怎么可能看着你离开？于是在监狱的精心照料下，囚犯基本都能长命100岁，平均寿命比监狱外的人们还高出不少，只不过就是活得比较难受而已。生不如死就是这座监狱的特色。大家好，我是黑桃 K，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乌克兰监狱，看看这里会发生一些什么奇葩的事情。由于长期遭受经济危机和炮火袭击，乌克兰人月平均工资仅为300美元，相当于1900元人民币，这也就是大家的一顿饭钱。长期的贫困使得犯罪率逐年递增，而那些罪孽深重的囚犯将会被关在这座名叫8号殖民地监狱。这名字听起来就十分霸道，监狱里面更霸道。进入监狱，我们就能看到密密麻麻的铁丝网，监狱的墙壁足足有4米高，仔细看能发现有一面墙上布满了子弹孔，传说这曾是执行死刑的地方。在网上我们能看到几座高耸的狙击塔，塔里面是随时待命的狙击手。这监狱看起来虽然十分破旧，但其实内部装有最先进的监测系统，就算是一只苍蝇飞进来也能被逮个正着。根据囚犯的危险程度，监狱分为3个区域。1号监区关押的都是待审犯人，虽说是还没定罪，但其中很多囚犯已经是被关了好多年。2号监区则都是罪行较轻的犯人，大多是些盗窃、抢劫、暴力犯罪等，刑期不超过15年。3号监区关押的则是重刑犯，这一片区域被称为监狱中的监狱，里面关押的犯人非常危险。每天早上40名狱警会聚集在一起开早会，而开会的内容也比较有意思，有点像医生汇报病人病情，比如某某囚犯最近情绪不太好，有点自杀倾向，今天要抽时间开导。还有301牢房的囚犯好像总是喜欢自虐，今天给他发把刀，让他划着玩，啥时候玩够了为止，注意千万别让他死了。反正诸如此类的鸡毛蒜皮都需要在小本本上记好。开完会，狱警的工作就正式开始了。2号监区的犯人都是有期徒刑，这就意味着他们能活着出去，所以为了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让他们体会到监狱无限的关怀，每天早上6点，2号监区的犯人就会得到特殊照顾。起床后开始点名，随后是体能训练。大家能注意到犯人们都是没有戴手铐的，难道监狱就不怕这帮人突然闹事吗？当然怕，于是监狱专门为他们制定了一套规则，只要其中有一个人犯错，其他囚犯也要跟着受罚。如此一来，再嚣张的刺头也不敢造次，毕竟惩罚是小，得罪人是大，谁知道晚上回到牢房会不会受到狱友的热情对待。2号监狱的囚犯整天抱怨训练太没人性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3号监区的犯人求着早起训练都没机会，他们作为重刑犯根本没有资格出牢房。每天早上狱警需要通过多道机械锁和安全锁才能抵达牢房，这里的囚犯人均背负2条人命。为了保证安全，每次打开牢门都必须有3名狱警外加1只警犬在场，而且开门之前他们必须背对着，让狱警戴上手铐。这里的牢房门也是有讲究的，之所以设计的这么窄，是为了防止囚犯冲出来搞偷袭，毕竟如此狭窄的出口，除非你瘦的皮包骨，否则想快速通过几乎不可能。而每天都要打开房门，不是为了让他们出去放风，而是方便狱警检查这些无期徒刑的重刑犯有没有自杀倾向，死对他们来说是解脱，所以让他们好好活着是狱警的责任。上午的工作结束就到了午饭时间，由于监狱囊中羞涩，所以犯人们每顿饭只有2块钱的预算，既保证不超预算，又要保证囚犯吃的有营养，所以挑选食材就显得尤为重要。监狱也是十分人性化，该有的荤菜也不能少。今天还准备了鱼，虽然有点臭了，但是只要和发霉的大米一起下锅，煮上个749个小时，煮出来也就看不出食材原本的样子了。这样不仅干净又卫生，而且光看着就饱了。看看囚犯们吃的多香啊！孩子挑食怎么办？快来乌克兰监狱食堂，只要让他连续吃3天，保证之后回到家吃什么都是香的。相比于2号监狱的囚犯只能挤在集体食堂吃饭，3号监狱的大佬们就幸福得多，根本不用出屋，只需要静静等待。狱警会提供上门送餐服务，不过在此过程中，狱警也是一句话也不会说，这让囚犯们十分抑郁。本来天天待在屋里够难受了，好不容易来个活的，却是个哑巴，实在是孤独寂寞。当然监狱也怕他们憋出病，于是每年会选择几个良辰吉日，让囚犯们出来放风，而所谓的放风就是被带到地下的笼子里。不仅如此，囚犯也只能自己玩自己，不能和隔壁有任何交流。狱警会在他们脑袋上面巡逻，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一旦见到有人违反规则，就立即结束放风。所以说这风看似是放了，但其实又和没放一样，完全就是糊弄人。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渐渐的很多人都变得少言寡语，成了一位老实人。比如这位白白胖胖的大哥，已经在这里生活了12年，长期的孤独已经磨平了他的棱角。他入狱前还想着以后出去东山再起，再继续做黑帮老大，
而现如今杀人不眨眼的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猫奴。大哥也想过冲出去和狱警们拼个你死我活，可每当听到外面声势浩大的演习，以及那些咬起犯人不眨眼的警犬，他只能放弃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，乖乖做个铲屎官。当然不是所有囚犯都像大哥那么幸运，还有猫咪陪伴，大多数都只能坐在屋里发呆。不过如果你表现优秀，其实还有出去赚钱的可能。虽然工作环境十分恶劣，但来干活的囚犯都能称得上是优秀员工，他们都十分珍惜工作机会，当然不能让他们白干，每个月还能有30欧元的报酬，大约人民币210元。不要小看这210块钱，这是提升生活幸福感的关键。囚犯可以用这个钱到监狱小卖部消费，卫生纸一直是最畅销的商品，因为监狱并不免费提供，这意味着对于没钱的囚犯来说，上完厕所就只能凭本事自由发挥了。当然，小卖部是很正经的小卖部，除了生活用品，其他的并不会提供。于是一些机智的囚犯想通过送食材的货车与外界取得联系，用来走私一些特殊物品，因为货车上能藏东西的地方实在太多了，比如发动机舱里或者座位底下。有些囚犯甚至会砸钱买通司机，毕竟司机一个月工资才200块钱，很容易买通。可狱警们也不是吃素的，每次送货车来的时候，他们都要花1个多小时检查，然后出来的时候再花1个多小时检查，看看是否有囚犯藏在里面想要逃跑。所以犯人们根本别想通过货车玩点什么花活。看来外面的路肯定是走不通了，所以犯人们只能在监狱内部想想法子。很多囚犯会互相传递包裹交换物品，或者互传纸条诉说情谊。狱警又不傻，如果不是怕他们动不动就自杀，早就出手制止了，索性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。每天晚上10点，所有囚犯被要求回到床上，此时他们什么都做不了，整个人陷入一种巨大的空虚和无聊之中。虽然非常难熬，但是这就是犯罪的代价。很多囚犯需要重复这种单调的生活，直到死为止。一些知情人士透露，镜头下的监狱其实是经过美化了，现实中狱警可不是这样友善，动用酷刑也是家常便饭。不仅如此，监狱环境十分腐败，只要有钱，狱警甚至能帮囚犯带各种违禁品，甚至他还接到过囚犯的诈骗电话。这些话真真假假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不仅仅是乌克兰，基本所有监狱都比我们看到的要残酷得多，但他们也不值得同情。在犯罪的时候就应该做好受到惩罚的准备。关于本期内容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喜欢视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转发，关注黑桃 K， 带你玩转地球探索世界。